嘿，二位来啦？掌柜的，来点梅子果脯。没有啦。怎么能没有梅子果脯呢？这满大街的梅花开。姑娘啊，昨天来了一个大主顾，差人过来，把梅子果脯都买走了。这卖光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再说了，这外面开的是红梅，和我家店里做的果脯用的梅子可不是一种。可我听李府的丫鬟说，她昨天就来买过。你也说那是昨天，那昨天的月亮是不是下去了？那今天的月亮是不是还会上来呀？那昨天的钱是不是花光了？那我今天是不是又有钱了？哎呦，姑奶奶，小姐，没有了，就下次再来买。家里不是还存了些吗？你别嚷嚷了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您是？哦，雷家大小姐。走吧。慢走啊。什么大主顾啊，一个人吃那么多梅子，也不怕把自己酸死。你跟不上我啊！他买这些可不是给自己吃的。最晚明天就会有人把梅子送到府上了。送过来。小姐，那个大主顾难道是……今天天气可真好。哎，我们去那儿吧。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讲，琼林苑可是皇家园林，平日里一般人可进不来的。不过最近皇家开恩，梅花当季啊，可开放半月呢，这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景色。你们呀，可得好好看一看，闻一闻。闻了，也看了，那就把它记在心里。记下来。那说说你们有什么感受？挺好看的，闻着一般。你们逛吧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我去那边。小姐回来啦！大主顾送来的。哼。公子，哎呀，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，你得赶紧随我出去一下。何事？哎呀，你出来就知道了，快！来！哎呦，这是怎么回的事儿啊？你要是不解释清楚，我可要拉你经常陪我练字啊！
见过13先生。义父差我寻字，前几日我得到了这幅记音帖，此笔法险中求稳，是前朝欧阳询的真迹，所以便想亲自交给义父，不知道可否麻烦13先生通传一声。先生不在，这幅字我替小侯爷转交便是，你回吧。啊，那既然义父不在，我就在这儿等他，等他回来，我便亲自交。小侯爷，先生让你寻字，是让你有事做。人一旦有事做，就不会胡思乱想，你可懂？看来今日又见不到义父了。光是小侯爷想见，是见不到的。只有先生想见你，你才能见到。至于寻字这活儿，我看你还是继续寻就是了。是13先生。严堪告退。好，真是行云流水呀！妙啊！字如壮士拔剑，神采动人。好啊，妙啊，好字啊，好字，妙啊，真是妙啊！这字真是写的绝了呀！真是妙！哎呀，你还没见过这么好字，真好啊！这次来的真是值了呀，太值了呀！对呀。哎呀，这什么字啊？这字哎，歪歪斜斜，犹如虫爬一般，难登大雅之堂啊！这字可真是不难看的字，拿到这儿来。对，好字啊，这也是好字。大家都说我这字写得丑，为何你说它是好字？可否点评一二？对，说说吧。老先生这幅字连绵缠绕，如同死蛇挂树。这字好就好在，它丑极了。哎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极了怎么算好？对呀。既然你觉得它丑极了，为何还说它好呢？远看如行行春野，近视如字字秋蛇。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，非大功力者不能为之。刚才那几幅字也算是好字，好在筋骨。而先生的字好，好在入神。不过这也可惜了，这字虽好，却非法。哼，你这话说的倒是有嚼头啊。不如你也写一幅出来，让大家知道何为神，何为法。对呀，写一幅，写一幅，啊，写一幅啊，让我们也看看啊，开开眼界。既然老先生开口，那我就献丑了。轻轻的。笔下藏锋，看似玉不平则鸣，实则称得上是法度森严。好啊，写得好。我输了。是我输了。老先生，我刚才说的非法，不是法度之法，而是您根本没有用您自己擅长的笔法。你看得出来？先生的16个字里头，唯有不可2字一气呵成，流露出您平时娴远清润的笔意。就从这2个字，便知先生的笔力胜我许多了。哎，你这幅字
可否送给我？当然可以啊。好，先生若是喜欢的话，拿去便是。我又不是什么大家。太好了，今日真的是不枉此行啊！若你有空，你可以到我这里的梅林别院里面走一走啊，到时候我再给你看看我真正的笔法。若有机会的话，一定登门拜访。好，来让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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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来，请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闪开！哎，你怎么不让开啊？你踩到我了，没感觉吗？哎，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礼貌，失礼了。让一下。这两个人怎么跟小姑娘一样难哄？一天之中，我最喜欢这个时辰。是你？你跟踪我？我经常来这里看晚霞，没想到遇见你。我可警告你，王小石、白愁飞就在那里，你要是敢乱来，你跑不了。你看那边，车马渐少，倦鸟归林。到了晚霞时，仿佛时间慢下来了，人也愿意慢下来了。那日，你为什么说我活得像个玩偶？我只是觉得，你不管做什么，都好像是给别人看的一样。玩偶至少可以让别人觉得开心，而我连个玩偶都不如。我的存在，只不过让这些大人们觉得自己手中有权罢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死了，我带着他的血河神剑，被接进了京城。可到了京城，那些大人们却忌惮我父亲的名声，害怕血河神剑再重出江湖。他们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废人，而我就只能成为一个废人。那些大人们想杀了我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如今他们还留着我，只不过是我愿意按照他们的活法。一个混吃等死的小侯爷，一个杀不了人的血河神剑，听起来就是一个废人。但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活着。这就是权力。所以我说，我活着连个玩偶都不如。说了这么多，大概你也不愿意听吧？在你眼里，也许这都是我的狡辩。能活着就好。我不知道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只有活着，才会有机会。你笑什么？大家都说女孩子最爱口是心非，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讨厌我，但却愿意听我说这么多，还安慰我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狗改不了吃屎啊！枉费我跟你说那么多。先生啊，坐吧。哎，
出去。今日，方英看来过，说是给您找了幅字，打开看看吧。他今日不安分，关妻这件事儿与他有关。关妻这件事是命，闹也没用，他早晚会明白。哦，季英帖，都是千金难求的，收起来吧。哎，这些名家的作品，还是缺了点惊喜。论字，先生本是当时大家，眼光自然是和世人不同啊。倒是今天，我终于能碰上一幅能入眼的字了。哦，这幅字挺有意思的，来，找人去裱起来，把它挂上。好。吾乃张飞，字翼德。今日以杀猪卖肉为生，不料却被人偷走猪肉数十担。今日我便要一套说法，通连在何在？吾等儿关羽字云长，平日以看家护院为生，何来到你猪肉一说？敢与你张爷爷大战300回合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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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两兄弟刀山火海都闯过了，没想到吵起架来，竟也跟个小姑娘似的，越吵越烈，还把以前的种种都一一拿出来掰扯。且听他们如何说。当初说好一起进京，一起出人头地，现在只不过因为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你就要走了吗？有才华的人等不起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要施展才华，除了京城，还有更好的地方吗？当初在苦水铺结义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忘了吗？你若是敢走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谁忘了？进相携，退相守，性命不脱，生死不负。他可真有才华，也就只有他会这么干。你还说以前的事儿干嘛？人心易变，从前你当我是兄弟，现在还不是嫌我是大魔头？你阴阳怪气的说什么？我可不敢说你，我是个懦夫。这是谁挑起的事端？是你就是你！我总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有一天会只剩我们2个人，被困在一个铁笼子里，还是在一条侠道上，不知是要拼个你死我活，还是必须相濡以沫。希望只是个感觉。这当然是个错误的感觉。你慢用。费了那么大劲还不领情，以后有本事谁也别理谁，气死我了！哼！你们不是分开走了吗？怎么还回来找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也不要理你们了。我温家满门英杰，认识的都是英雄好汉，可不是你们这样的小姑娘，遇到一点事儿就扭扭捏捏。你们笑什么呀？我们俩早走了，
是给你挑礼物去了。对啊，我们分开走是因为买的东西不在一个摊位上。你们还有心思买礼物啊？你们好了，我们俩本来就没啥，刀山火海我们都闯过了，就算想法不同，以后一定会同心同力的。是啊，再说了，被你一个小姑娘说像小姑娘，那我们还要不要面子了？你们俩可真是太费劲了。得了，也算是不枉费我一番心思。谢谢你啊，温柔。谢谢你的心思。怎么谢啊？用嘴谢啊？怎么样？这小瓶子？大白菜，你也太不会挑礼物了吧？这小瓶子能干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人掌柜的说的，这送瓶子等于送平安，希望你平平安安的，多好啊！还有这个，这是一个烧陶瓷的匠人做的。梅花总有一天会败，但这一朵会一直开着。还是你比我会挑礼物啊！不过这两个一块送给你了，开心了吗？这一天也算是没白过，特殊的一天，也是开心的一天。从今早到现在，我做的每一件事儿，你们都得记在心里。为什么呀？对啊，为什么？闯荡江湖难免有不顺心的时候，以后的日子可能会有争吵，还有躲不开的刀光剑影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把今天的开心记下来，存在脑子里。以后遇到了难事儿，觉得过不去了，就拿出来回味回味，用开心的回忆去抵挡以后的风霜雨雪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脏了？没脏，就是觉得温家大小姐来了京城一段时间，长大了。来，那我们三个人喝一杯，祝我们以后都好好的，好不好？这喝一杯哪够啊？明明是说要存开心的记忆的，不醉不归才行。谁怕你？来，干杯！你醉了，还记得个屁呀！来，大白自罚3杯。凭什么我来？咱俩一块儿。好好，我陪你一块儿。别生气了，来，别生气了。你少喝点，你少喝点。来，这位大哥，您就让我进去一下，我找一个那个叫白油金的人。白油金是谁啊？张没有，快走。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那个，我肯定认识他。掌柜的。白公子，我可算找着您了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有好事，您更有好事啊！你看，我给您送钱来了。这么多？我跟您上次说的那个大主顾，他又买了您的画，这回足足50两，这可不是小数啊！对了，他不仅欣赏您的画，他还给您留了封信。啊，那这是给您的信。这个大主顾，他可是个大美人儿。白公子，我先告辞了。是他。大白，你自己在这干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我自己待会儿。是什么？先生的画，笔锋遒劲，志向高远，但既强攻易折。望先生大鹏同风起，凌云志九霄。田纯。原来买你画的是田纯姑娘，不是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我也没想到她喜欢我的画。江上同游的白愁飞和诗画传情的白油金竟然是同一个人，这田纯姑娘要知道肯定会觉得很惊喜。你笑什么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田纯姑娘？我觉得这正好，你们俩才子佳人天生绝配，就是不知道人家田纯姑娘怎么想的。她怎么想的？我见面问问她。我要跟她出来见面，到时候我跟她说我的心意。靠谱。
哼哼。爹，好，喝杯热茶吧。好喝啊！哎，你说怪了啊，这茶经我闺女的手这么一调理啊，就是比别人做出来的更香更甜。茶圣陆羽曾说：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这煮茶用的水比山水更好的谓之天水，也就是雨露雪霜。我给父亲沏茶用的，就是今天早上所采集的露水。这茶好喝，我喜欢。哎，闺女啊，以后有时间多给爹煮煮啊。这世间万物分上下，人也分上下。那苏梦枕是人上之人没错，因为她是凤凰之才嘛。但我看那白愁飞也不错，难得的人才。对了，闺女，你对那白愁飞怎么看？我在江湖上的朋友并不是很多，他算是一个。但父亲不希望我和金风细雨楼的人走得太近，所以我和他并非时常见面。我倒是觉得呀，和那个白愁飞可以多见见。他是个聪明人嘛。我闺女和聪明人交朋友，我这个当爹的放心。哎，我听说6分半堂的大小姐要来咱们这儿啊。哟，这可是个贵客呀。是啊。敢推我师兄的婚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哎，陈姐姐，你来啦！许久不见，和你相约可不敢迟到。快坐。你来的正好，等会儿有好戏可看。竟还有好戏可看？我跟你说，等会儿6分半堂的大小姐就要来了，就是推我师兄婚的那个女人，我可得好好收拾收拾她。到时候动起手来，你可得躲好了，要不然伤着你。妹妹，这是要打我吗？我怎么会打你呀？我要打的是那……不会是……我就是。我隐瞒身份也是出于无奈，在汉水江上，我就知道你是苏梦枕的师妹，也算是金风细雨楼的人，也就注定你我回京后很难相见。难怪在船上你一声不响就走了，回了京城，我怎么也找不见你。你介意我隐瞒身份吗？唉，纯姐姐你真是多虑了，我交朋友从来不看身份。虽然我讨厌6分半堂，但是我喜欢你。嘿嘿，那我便放心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可得回去告诉小石头和大白菜，他们肯定会吓一跳的。我今日约你来，是有件难事，关于白公子。大白菜？哦，我好像知道了。早在江上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大白菜她向来眼高于顶，但是她看纯姐姐你的眼神和别人不同。前不久，我在6分半堂再次遇见他，也就是那次，我确定了他对我确实有意。可我对白公子只是朋友之情，此时还需要有人帮我旁敲侧击去点醒他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你最合适。这事儿倒是挺难办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那就谢谢妹妹了。来，喝点茶。
吃吗？问你话呢，好吃吗？这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在想大白菜。你想大白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也正好，帮我想想办法。你知不知道，纯姐姐其实是6分半堂的大小姐？你已经知道了。你也知道？嗯，是大白告诉我的。我正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呢。那你们都知道，那你知道大白喜欢雷纯？不眼瞎的都看得出来。还有，大白今天约了雷纯，准备去表白呢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什么？不是吧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大白喜欢一个人去表白，况且我们家大白一表人才，这武功又高。可是纯姐姐和我师兄曾经有过婚约，她喜欢的是我师兄。啊？这白油精可真是个怪人，素不相识，竟然就让王二约你见面。哎，结果他人到现在还不出现，真奇怪。有才之人都有傲骨，我能理解。一会儿要是在别人面前，可不许这般无礼。才不会呢，我先去找掌柜的打点一下。好。白公子今日真有雅兴，怎么不见王小石和温柔呀？我是来等人的，他们自然不会跟来。但如果我等的人没来，也好独罪一场，免得被他们笑话。冒昧的问一句，白公子等的人可是我？是。我既来了，你就不必独醉。良辰美景中，可说敞亮话。好。
是田川还是雷春，我都喜欢你。不管你有没有买过我的画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在汉水江上，我见你第一面我就喜欢你。这些就是我的敞亮话。白公子的敞亮话，我记在心里了。但对我而言，白公子是我的朋友，就像王小石和温柔一样，我并无其他想法。况且，我心里面早已有人了。在草市集的边上，有一间很小的果子铺。我10岁的时候，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。自此以后，我便知道，除了他，其他人再无可能了。白公子是人中龙凤，总有一日会碰到真正的心仪之人。等你遇到那个人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的所有错爱都是过眼云烟。慢走啊！哟，白副楼主，哎呀，欢迎白副楼主大驾光临啊！你认得我？我这铺子承蒙楼里的兄弟关照啊。白副楼主，您也是想挑选什么吗？我这铺子里的果子蜜饯，各种口味，应有尽有。这间铺子一直是你在经营吗？对，是祖上传下来的铺子，到我这一代将近开了40年。那我问你件旧事，大概13年前，6分半堂大小姐雷纯来过这儿，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记得，那天就在这附近，好像还发生了打斗，我就偷偷的看了一眼。和雷纯小姐一起的，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手里还拿了一把红色的刀。叫白白，叫啊！啥？白白。白白。对。你灭不了我，我也灭不了你。正好你儿子回来了，倒不如你我两家结一个儿女的姻亲，换来5年10年的和平。也好腾出手来对付弥天盟。我们两个老东西坐在这儿谈的是卖儿卖女的事儿，自从提着刀走在江湖上，这一家子的性命都绑在了刀柄上了。你我的祸福和儿女的祸福是分不开的。你做得了你女儿的主，我可做不了我儿子的主。这天底下儿女的婚事，不都是凭着父母一句话吗？儿女姻亲，化干戈为玉帛。
拿好，慢走啊。我看你咳嗽咳得那么厉害，吃个果子压一压吧。雷大小姐，你们想干嘛？要怪就怪你生在雷家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弥天盟办事，不想死给我滚！弥天盟想破坏两派谈判，抓我就行。抓个小女娃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带我走，放过他。别害怕，等我回来。往上！你明明身怀绝技，为什么让他们把你带走？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血。父亲说，一个人拿着刀走在江湖里，一家子的性命就绑在了刀柄上，见血是难免的。你爹错了，练刀就是要保护人的。如果连家人都保护不了，就没有必要提刀出门去闯荡了。你的刀叫什么名字？红袖刀。你刀法如神，以后一定会名扬天下的。要不就叫梦枕红袖第一刀吧。也好，这种高调的名字我喜欢。原来他买走的话，不是因为他喜欢，而是因为苏梦辰。二弟，大哥，这是我藏画的地方。夜里起了风，我来看看窗关好没。这些事你可以交给下人做，其他的事可以交给别人做，但藏画的地方就像藏着我的心，我不太想让别人随意进来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要想来，随时都可以来。既然是大哥藏心的地方，那我也不该久留。
你说的对。对什么对啊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脸上是灰的，心也是灰的，想的也是一些灰暗的事儿。你怎么会觉得对呢？女人每天都值得被感动，一次哪够啊？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那照你说的，我能每天感动他一次吗？感情可以滴水穿石。白公子是人中龙凤，总有一日会碰到真正的心仪之人。等你遇到那个人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的所有错爱都是过眼云烟。掌柜的，雷大小姐平时爱吃的果子，给我来一些。好嘞。你是银河，说我不可奈何奈何。酒在桌上，刀在手边。雷总堂今日叫我来，是叙旧，还是杀人？杀人嘛，也行啊。那杀谁？当然是你了。那就不劳雷总堂动手了，我就只不过是个废物，不碍着您什么事儿吧？你跟我这装什么装啊？天底下知道关七没死的，除了我不就是你吗？小侯爷，你把关七放出来，害我不浅呢。怎么着，不甘心了？既然雷总堂都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遮掩的。世间但凡所有的酒局，都是如此。有人上桌喝酒，就有人站着伺候。可总当那个伺候的人，试问雷总堂，你甘心吗？酒局上有几把椅子，那都是有定数的。你想坐上去，就得把别人挤下来。试问，谁愿意当那个被挤下来的人呢？
我给过你机会的，就在这个破板门，是你自己不来呀。如果当初能够把苏梦枕杀了，就算你不求着要，也会有人给你送上一把椅子。可是现在，我劝你老实点儿。你做什么我管不着，可是你别打我6分半堂的主意，要不然我把你做的事情报上去，这些年你也就白忍了，小侯爷。当个废物活着，总比死了强吧？相信这个道理，小侯爷是懂得的。哎，我敬你是小侯爷，给你斟上这杯酒。我今天说的话，你得听进去。一身绝世的功夫，却能装疯卖傻10几年，此人真是个疯子。要说有谁我不想和他单独在一起的，他绝对算一个。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江湖上出这么多事情吗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忍不住了要往上爬。可是有交集团有几把椅子，你是知道的。他想爬上去，就得有人被挤下来，不是我就是副总署。有可能的话，还真想杀了他。了结了小侯爷的事，还有一事，最近金风絮语楼歌组出动频繁，看样子是要在城里找到些什么东西。找我们的作坊吧。关七死是死了。可是金风絮语楼如果还有动作的话，那就说明关七死之前说了他不该说的话。总堂，我看就把货一次性出去吧。雷妹要回来了，你去迎她一迎，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把霹雳堂的5大高手带回来了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们和金风絮语楼还能再问一问。好，我这便去。见过大堂主。三堂主何在？三堂主已经入城，
他说狄大堂主会来验明我们兄弟5人的身份，不知狄大堂主怎么想？我代表6分半堂，欢迎5位远道而来。谢狄大堂主。三堂主，总堂在吗？总堂在等你。再往左点儿。这啊，总堂主要的人，我可是给您带回来了。啊，这边下来点儿。你人是带回来了，可我听说你在城外小街桥给狄飞京找了点麻烦。我给大堂主一点小麻烦，可以给总堂省去了大麻烦。好了，哎。说来听听。这霹雳堂5大高手声名显赫，但武功高到什么程度，江湖上少有人识。一路上我就寻思着要试试他们的身手，但对于一般的江湖宵小，他们都不屑于出手。直到我说狄大堂主在小界桥，他们才来了兴致。我试的可不是狄大堂主，而是借狄大堂主是那5个人。再者，只有我试过他们的身手，总堂才能真的相信，我找回来的那5人，就是总堂你要找的人啊。你呀，巧舌如簧。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你要给我记住了。6分半堂在我之下，狄飞京是第1人，这点到我死都不能变。至于你能不能成为狄飞京之下第1人，看你的造化了。总堂说的对，你要我怎么办，我就怎么办。那总堂现在可知道我还有什么别的心思？这就是我的心思。总堂说过，只要我找来5大高手，就许我碰北方的生意。反正那5人也是用来看管那盘生意的。你就算不让我沾手，保不齐他们也会告诉我这生意的命门。那还不如，总堂你直接告诉我。你呀，妖精。玄参和桑叶一起煮的，趁热喝，小心烫到。是你让我趁热喝的吧？不见你不放心，见你又担心这寒冬腊月里让你出门，再受了寒气。红袖刀是我师父传我的，但我练得比他好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武学奇才，万千人里才出一个。只有你才会这么说。这是因为我天生体质弱，红袖刀用火烈刚猛，所以我们才最配。不用管天冷，也不用管我身体受寒，只要我们2个可以见面，就是好日子。我换了新口味，试试看，喜不喜欢？甜的。习惯吗？还是酸的好。好，记住了，以后还是给你带酸的。
你病情加重了，可是因为关期那一战。面对关系，只能如此。我不得不尽全力。你父亲的，也是一样。江湖之事真是变幻莫测，这么一变，倒是能让你们二人同心杀敌，倒也不错。若你们能化干戈，那我们就有希望。不愉快啊？啊？哎，你可没有什么人能说心里话了，老这么憋着，容易憋出病来。6番半塘火器房的事，快有着落了。这把火一旦点起，它不免受到波及。下次再见面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。哎，白公子，好久不见！这段时间又创作了这么多新作啊，让我开开眼。新作倒是没有，都是以前画的一些，我全给你带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些画都是上品呢。这些画如果往外面一挂，这可是笔不小的买卖啊！啊，这些画呢，我都送给你。至于买卖能不能做大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啊，这是为何呀？画画呢，讲究心境，讲究情谊。我现在无心可托，无情可寄，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画了。至于白油金这3个字，我也不会再用。唉，可惜了。这画你到底要还是不要？要！这些上乘之作，我肯定要，但是我也不能白要。白公子，这些白公子，什么时候有心情作画的时候，想着我王二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白公子，救命啊！白公子！方公子，您好歹也是京城有头有脸的神通侯，在我们公子这儿赌输了钱，怎么还能赖账呢？你哎，谁赖账了？我这今儿不是身上没有带那么多钱吗？再说了，今儿我朋友在，他能帮我还钱。
你能帮他还钱？你还得起吗你？哎，你们俩说话客气点儿。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金风细雨楼副楼主呢。白楼主，白楼主，走。哎，谢谢白楼主，谢谢白楼主，谢谢白楼主，走。哎，白公子，多谢白公子刚刚解围啊！这个俗话说，相见就是缘分，要不你请我喝个酒呗？啊，就这儿。走，相见就是缘分，就这儿。哎，走。哎，来，白公子今天谢谢你替我解围啊！你若不在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要追我几条街了。请，来尝尝这个酒，特别好。小侯爷的废物，装的真是风生水起啊！哼，不才，让白公子见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装了。刚才我们也不是偶遇，这出戏演的也是煞费苦心啊。白公子果然聪明，不愧是金风细雨楼的副楼主。我也不绕弯子了。这就是小侯爷藏尊严的地方。我的尊严哪值什么钱啊？这个地方藏的才值钱。这是雷隼私营的火器作坊，以前是官七做的。雷隼拼死了也要弄死官七，不就是为了让他不要说些不应该说的话吗？私造火器，那可是死罪啊！而他背后的人，就是傅宗书。如果小侯爷查的都是真的，那为什么不去金风细雨楼告诉我大哥？白公子，你这不是在取笑我吗？你知道的呀，苏公子，他根本不信我。他不信你，我以为不信你啊。是，白公子，你可以不信我，但是你应该能够理解我呀。虽然我有一个侯爷的名号，但是根本没有什么人把我放在眼里。但凡朝中有些实权的官宦子弟，都能够死死地把我踩在脚下。我想问一下，有谁愿意一辈子活在阴沟里，一辈子被人压着呢？我这名字殷看，殷看，难道我就只配站在一旁看着吗？还有你，仇妃，你已经是金风细雨楼的副楼主了，可是你没人没权，不一样被压着吗？你不是也一样，愁着怎么飞起来吗？你应该懂我呀。像你我这样的人，都是一样的。但凡只要有机会，我们就要把它牢牢地抓在手里面。面对雷隼和傅宗书，咱俩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你帮我，也是在帮你自己。
随便看看，真好看。以前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每逢生辰都会在院子里挂很多灯笼，还会写上灯谜，画很多的小动物，很是好看。王公子，你又来了。老板，上次买的灯笼纸不够，麻烦再来点。您看，我这有现成的呀。我还要在灯笼上画画呢，我要画的你总没有了吧？哦，那行，我懂了，我这就给您拿去啊。别稍等着急啊，稍等，稍等。哎，掌柜的，哎，小双，王公子，你也在这儿啊？你来买花灯啊？不是，今日父亲尾期，我来买些白灯笼。阿切以前跟我说，王公子别怪我自私，我只是想尽尽孝道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不管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儿女尽孝道都是应该做的，都是苦命人。王公子个性洒脱，不是苦命人吧？我养父是走镖的，天南地北到处走，就把我寄养在天一居士门下。我对我的亲生父母倒没什么印象，只记得我母亲临死的场景。她是被人杀死的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你父亲是在魏家村做生意的？是啊，阿姐跟我说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个地方在城外吧？我倒想去看看，那个地方有什么生意可做。你怎么知道是今天？闻弦音便该知雅意，何须明说？你还是说明白点好。我那5人突然被调走，我便知道今夜有事。既然今夜有事，那总堂便一定会去看看。聪明可喜，自作聪明可恨，两字之差可是天差地别啊！是不是自作聪明，那也要看猜的是对是错了。除了大小姐外，能等总堂车驾的不过2人。这坐殿靠得这么近，想必一定不是狄大堂主的。那除了他，还会有谁呢？你的这份聪明啊，真是招人喜欢呢。哎，喝茶水啊！哟，客官路过啊，喝碗茶水吧。那就来杯茶吧。好嘞。
请。老板，你们这魏家村比京郊别的村子更繁华一些啊。客官您眼睛真利，我们的魏家村呐，虽然在京郊，但胜在四通八达，路也好，条条大路通南北，来往的人多了，自然就繁华。你们这儿可有做生意的？有啊。什么生意？拉货的、拉粮食的大车马店，还有好几家米店。这里啊是京城最近的粮仓。好，谢谢啊。您慢用啊。绳子都勒紧啊！是。动作轻一点，轻拿轻放。抓紧，快！到这里也不下去了。做人留一线，做事情更得留一线。这么危险的货物，又何必亲自斩首呢？在这儿看着就行了。等雷冲送走了这批货，我会让洞天接手这里。拜拜，楼主。我虽入楼不久，但与各位都是生死兄弟。今夜我要去办一件事，此事对金风细雨楼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各位是否愿意同往？我等愿追随白副楼主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跟楼主定会记各位一功。谢白副楼主。